口口声声说3日就能破案，结果呢？本朝首辅大臣被人当街赐死，这就是你中不王、你们申不赢的本事吗？陛下，申不赢萧北明求见。来得正好，让他进来。我倒是想看看他怎么跟朕解释。萧北明拜见陛下。好你个萧北明，沈大人之死，你难辞其咎。朕今天给你个体面的司法。陛下，此话从何说起？从何说起？从沈大人被人当街赐死说起。陛下，此事沈大人想亲自跟您禀报。臣沈弼拜见陛下。沈大人，陈来生，做笔声音。臣找人做了人皮面具，足以以假乱真。马车上死的是关押在沈不营的死囚。臣本想以此计抓捕叶煞，却不料无功而返。萧北明，可是你答应朕的，3日之内此案必有进展。现在3日之期已到，你今日最好给朕一个交代。臣正准备跟陛下禀报碑相血泪和3位大人的死亡真相。站起来说。谢陛下。师父。钟爱卿也站起来吧。师父。臣先从碑相血泪说起。虽然陛下命人擦去了碑相上的血泪，但事过留痕，还是被我发现了端倪。其实所谓的血泪，只是一种特殊的蜡而已。有一种蜡，原名为摩罗蜡，是番邦寺庙常用的一种祭祀物品，中原极为少见。此蜡常温下无色，但遇到温度上升，立即融化变色成血红色蜡液，又叫凤凰蜡，取凤凰浴火之意。祭祀之前，有人在碑相的眼睛上涂了凤凰蜡，一旦碑相流出血泪，他便着手杀死碑相上的功臣，造成天降惩罚的假象。这琅华阁戒备森严，那这贼人又是如何潜入涂蜡的呢？他不需要潜入，只需买通看守琅华阁的太监。他应该是没有想到此事会闹得这么大。臣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畏罪自杀了，亦或是被叶煞给灭口了。那朕的3位辅臣离奇死亡，这又怎么解释啊？臣先从陆大人说起。臣在陆大人被害现场发现路边2侧的树木有丝线捆绑的痕迹，臣推测是因为陆大人骑马高速奔驰时撞上了凶手提前绑缚的丝线，割断了喉颈。此线极为特殊，名为血容线，是江湖上一个善用暗器门派所制。此线坚韧无比，但遇血顷刻即溶，在丛林中只会被当作蛛丝，不会引起人的怀疑。那秦大人和樊大人呢？秦大人无端烈火焚身，是因为秦大人的衣服被人提前涂抹过一种特制的燃料，其中有硝石的成分。而秦大人素有眼疾，伏案显奏时一贯离灯烛极近，被火引燃了衣裳，在特制的燃料助燃下瞬间烧成灰烬。硝石味苦咸，一尝便可辨别出来。樊大人长有面疮，痛痒难忍，每日必用药浴洗脸，药包确实无毒，但有一味药分量却不对。那味药叫狼附子，按理1颗足矣，但那天的药包里却足有5颗。过量的狼附子毒性通过面疮破溃之处入体，令樊大人浑身麻痹，无法起身，直至在脸盆中活活溺死。而那镜子上的叶煞2字，则是提前用酸液写好，热气蒸腾下自己显形罢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有没有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呢？虽然叶煞破了臣的局，但他的身份微臣很快便能知晓。既然他破了你的局，你为什么如此自信，一定能够查到他的身份？因为此局是臣故意让他破的。我是同意你用4驾马车来迷惑叶煞，但你怎敢背着我私自调用死囚来做局？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？师父，您息怒。那4个死囚罪大恶极，百死难赎，用他们做饵能救沈大人一命，乃是他们死得其所。你混蛋！
就算他们被定罪，在没有行刑之前都有翻案的可能。你有什么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？在你眼里，到底有没有王法？师傅，徒儿认为有为之法，自当履之。又于规矩之中，岂不自负手脚？特殊时期，特殊手段，不去变通，怎能破案？怎能抓捕叶少？我打死你！师傅，不是，徒儿之所以瞒着您，就是担心您反对此事。当时局势紧迫，徒儿只有一赌，徒儿赌对了。陛下没有怪罪于我们，叶少也中计了。眼下当务之急是抓捕叶少，而不是你我在此争论。师傅，我爹跟我师兄在里面吗？这会儿可千万别进去了。他们从宫里回来以后，师傅就一直黑着脸，两个人好像吵起来了。什么？你办案太傲慢，我怕你早晚会栽在你的傲慢上。你现在还年轻，马上要跟雪曼成亲，我不想你走向歧途，将来后悔，你懂吗？师傅，您将我一手养大，又教我一身本领，恩重如山。您在我心中与我生父无异，我绝不会忤逆于您。若师傅觉得徒儿错了，待此案结了，叶莎落网了，徒儿再向您父亲请罪，届时要杀要罚，皆听师傅处置。罢了。圣人云：“不愤不启，不飞不发。”人呐，只有栽的跟头以后，你才能知道谨慎小心。此事暂且不提，等破了案以后再说吧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你在宫里说你是故意让叶莎破局，好查出他的身份线索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当我查明三位大人的死亡真相时，便发现叶莎的身份绝非寻常。三位大人的生活习惯、行踪动向本是绝密，绝非寻常人能查到，所以徒儿怀疑。你怀疑叶莎是朝中之人？没错，但朝堂人员众多，必须要缩小范围，所以我利用那天从沈府出来的4辆马车做了文章。我以求援之名，将沈大人在4辆马车上的假消息定向传给了朝中具备作案能力的官员。然而，只有我跟的这辆马车出了问题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就是说，知道这条路线的人罪不可疑。执掌军部刺剑营的殷二爷，此人武功高强，行事诡秘，而且跟江湖门派交往颇深。叶莎手上有如此之多的稀奇古怪的犯案工具，他的嫌疑极大。通灵人梅白鱼，大理寺丞。他的一手暗器功夫出神入化，数米之外银针刺穴不在话下。苗杰，天数阁天官，天数阁存档朝廷卷宗，除了能掌握三位大人的行踪轨迹、生活习惯之外，而且他是游侠出身，一身本领深不可测。这3个人虽有嫌疑，但没有直接的证据，而且这3人位高权重，绝顶聪明，跟踪调查必定会被发现。如果想有新的线索，就得真凶再度犯案。若任由他犯案，还会有更多的高官死于非命。现在朝廷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动荡折损了。其实并非没有办法，只要寻个契机，将他们3人聚在一处，设法询问。徒儿有信心能分辨出谁是真正的叶莎。什么办法？你是怎么想的？这是你跟雪曼的终身大事，岂能作为忌惮之用？这是眼下最合适的时机，错过了这次，不知道叶莎还会犯下多少案子。叶莎凶残，万一出了事，你将如何收场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师傅，喝口茶吧。师傅，陪徒儿下盘棋。
这不是我教你的路数，此番你是兵行险招啊。这是徒儿自创的。师傅，您要不要跟徒儿赌一局？下棋就下棋，我从来不以下棋赌任何事情。一旦掺有杂念，这棋局啊便不纯粹了。师傅，我已经戳穿了叶煞的身份了，他不是我的对手，为何明日我不能在场？就是因为你太想赢他了。这些年你屡破奇案，没人是你的对手。论破案、击凶这种才能，连我都得承认你已经青出玉兰。那您明日更加应该带我。正因如此，你的心平静不下来。你太骄傲，甚至是自负。你把叶煞当成了可以跟你博弈的对手，而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赢你。师傅，徒儿不明白。叶煞比你之前遇到的所有对手更加可怕，他善用人心，而你那颗骄傲躁动的心，就是你最大的弱点。看似你赢他一步，可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后招？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是故意让你赢这么一步？一旦被他利用、牵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您这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师傅，我赢了。大齐皇帝为表彰多年来为朝廷披肝沥胆的48位忠臣，下令建造高阁，命名为琅华阁。阁中按功绩大小进行排位，其中功劳最高者乃陆文忠、秦业、樊敬志、沈弼4位辅政大臣。然而就在琅华阁开阁当天，皇帝带领群臣入阁参观，一件极其诡异的事情发生在众人面前。4位功臣背相，流血泪，此乃不祥之兆。皇帝严令所有知情人封口，可谁知接下来的几天，4位大臣竟接连出事了。剧中匪患不聊生，此次救灾速度一定要快。大人放心，我等快马加鞭，不出3日，定可到达。老爷，这酷暑难耐的，您还是早些歇息吧。傅大姐，去把窗户打开，透透气。是。令大齐朝堂人心惶惶，而民间也怪象频出。夜煞降临，大齐将覆。哎，你们看，这真红了，都血了！是啊，这什么情况？你看，你看这个。
了，收了啊！啊，慢点，好吧。哎，收起来。啊，东西都归置好。师弟，怎么样了？发现什么线索了吗？这什么呀？康顿残渣。把林康叫来。你是林树的堂兄林康。你说林树因病瘫痪后，性情大变，暴力无常，对人生充满绝望，不愿苟活，于是再三恳求你，帮他了结。出于对弟弟尊严的维护，你才动的手。是，大人明鉴。你撒谎。你若真是于心不忍下的手，内心必然无比慌乱。下刀也是凌乱无常，可仵作验尸后，发现死者身上的伤，刀集中在左胸口，无一刀落在别处，可见你下刀时有多么冷静沉着。还有，你之所以挑选在雷雨天动手，就是想利用雷雨声来掩盖自己杀人的动静。大人，我跟阿树手足情深，阿树瘫痪后，我就亲自照顾他，1日3餐无不尽心，我都这么对他了，我又怎么可能谋害他呢？无不惊心。可我在床缝里只找到了康团残渣，你自己吃的肥头大耳，给他吃的却连乞丐都不如。此外，仵作验尸发现，他的后背和臀部满是褥疮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精心照料。你说林树性情大变，可他即便下半身瘫痪，也要伸出胳膊用自己的口粮去喂饱窗台的麻雀。他这般心善，你说他暴力无常？不，这都是你的揣测。林树瘫痪后，你便搬进林宅，以主子自居。你遣散他的家仆，对他百般折磨，见他生命顽强，你便动了杀心。林树死后，你连头七都等不及，就急着去官府更改房契。这房契上的过户日期写得明明白白，你还敢抵赖？林康，你丧心病狂杀害林树，并非想要替他结束痛苦，你只是想要谋夺他的家产。吃完没？赶紧走，那人身上全是血。走，走。沈不赢，来得真快啊！师弟，师兄，小二，再下2碗面。好嘞，肖神婆。萧神婆，萧神婆，在下萧北明。萧神婆，萧神婆。林康尹家会去结案了，但是张状元的案子上面追得紧。市里在义庄停多久了？1天1夜了，他们家人都急了，跟咱们要说法呢。差不多了，这样说。哦，我这就去还尸体。去抓人。啊？张状元确实是窒息而亡，不过不是肺疾，而是毒杀。我在他尸体脚部发现了一处老鼠的咬痕。老鼠？不是普通的老鼠，是一种稀少的毒鼠，名叫闭眼银鼠。此鼠毒能够让人呼吸困难，最后窒息而亡，看起来与肺疾无异。而且这毒普通的法子验不出来，得等个1天1夜。师兄，你回去拿馒头按在伤口上，如果这馒头变黑了，那就可以抓人了。抓谁呀？闭眼银鼠极爱吃紫蛇莓，整个张府上下只有他夫人的指甲缝里是紫色的。那个老鼠应该就在他房间的土罐里，你们抓人时小心点，别被咬。我去了。前阵子那个花魁案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我根据他邻居牛老二的证词，把这个盗匪画像给画出来。你看要不要张贴？全城搜捕。贴可以贴，搜就不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啊？花魁脖子上的伤口皮肉没有外翻，但头顶处的皮肉却外翻了，说明他是死于头部撞击，被人伪装成割喉。案发现场有刀，但却没有沾血的撞击处。要这么说，他不是死在家里，那凶手又是谁啊？既然这个案发现场是假的，
那个口口声声看到强盗入室杀人、看到强盗真面目的人，自然也是假的。牛老二，你把这话贴了吧，他看到以后会以为我们信了他的话，从而放松警惕，去取那些他偷了又藏起来的赃物。我这就去盯着他，来个人赃并获。师兄，厉害！小二，哎，结账。小人伯，小人伯，您这些一共才10个铜板，我怕收着吧，这银子就是给你的。给我的？你双目充血，显然是休息不足。你的袖口、胸口都有药渣，应该是熬药、喂药留下的。平日你母亲就在这里帮你摘菜，这几日却不见她的踪影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她应该是病了吧？小人伯，您猜的不错。这几日我母亲病重，我就想着多卖几碗面，攒钱给她抓药。可您这钱我不能收。收着吧，救命要紧，别耽误了病情。多谢小神伯。师兄，宫里来人说，让你和师父马上进宫，这是卷宗。萧神伯，看你这身血衣，还以为是哪个逃犯从牢里逃出来了。哎，诸葛神卜啊！京城那么多命案要案，陛下都交给我们神卜营来办，累死了。我也想像你们暗针营一样，整日躲在那酒馆后面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落得清闲。哼，此案由谁负责，陛下还未定夺。不然你也不会在这儿见到我。当然，只不过这一次你们怕是要像以前一样白跑一趟了。你不会以为你会一直胜选在我吧？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衣服。陛下，贼人叶煞公然谋害我大齐官员，引得民怨沸腾，人心惶惶，其心可诛。我暗针营愿捉拿叶煞，为陛下分忧。陛下，神卜营掌管了京城大小刑事，此案理应交给我神卜营来承办。朝廷要员之案为历来由暗针营负责，此案应该交给暗针营主持。行了行了，二位莫争了。当务之急就是速破此案。朕倒是有个提议，你们暗针营和神卜营联合办案，二位意下如何啊？陛下，微臣以为不妥，联合办案人多眼杂，容易打草惊蛇。我暗针营愿独领此案，只需1月之期，必能侦破此案。此叶煞这般行凶，1月后朕的那些功臣都不知道还能剩几个。是，陛下，臣只需要10即可。好。那就3日。陛下，臣查破此案只需3日。萧北明，此乃殿上，岂敢妄言欺君？萧北明，朕有所耳闻，近日来你屡破奇案，是我大齐不可多得的一位人才。但是这3日为期，是否也过于轻率了？并非臣轻率。只是臣3日之后有婚事在身，不可耽误太久，故而臣查明此案只需3日。北明，好，3日就3日。3日之后，如果此案还没任何进展，定不饶你。臣领旨。坐下喝茶。谢陛下。陛下是小徒狂妄，此案绝非表面这般简单，3日之期实在是太短。臣斗胆揣测，这叶煞恐怕与当年的海牙。放肆！陛下息怒。郑云池，你可别忘了朕留你这条性命是为了什么？
微臣知罪。当年之事，我要让朕再听到半个字。是，我神不营上下定当竭尽全力，尽快将贼人夜煞抓捕归案。当年之事，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。我大齐盛世来之不易啊，切不能让这些贼人借机翻云覆雨，坏我太平。请陛下放心，臣以性命作为担保，不破此案，以死谢罪。抓到此人，立斩不奏。谨遵陛下圣谕。二人客官，里面请。三姓赵，字继才呀！就坐，继续。三姓赵，收走。竟由着萧北明这小子胡闹，敢应3日之期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玩火自焚。儿子甚是了解萧北明，此人自负狂妄，恃才傲物，不会做没有把握的蠢事。他如此成竹在胸，怕是已经有了对策。云儿，盯紧神不应，有任何异动，立刻通禀于我。明白。师傅，你知不知道？如今民间疯传夜煞是厉鬼化身，但凡在兰花阁上留下姓名的官员，人人自危。夜煞行事如此高调，又善于故弄玄虚，绝非寻常之辈。你怎敢在陛下面前口出狂言，许下3日之期？若3日案子查不出线索，那可是欺君之罪。师傅勿恼，徒儿敢许下3日之期，是因为徒儿心中已经有破案之策。何策？碑相流泪之后，可有人进过？啊，出事当天，陛下便下令清洗了碑相上的血迹，除了小人之后，便再也没人进来过。多谢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来的？第一眼就认出来了。那你还跟我打？我看你刚刚兴致那么高，想陪你练练嘛。所以你刚刚是故意输给我的？你我平时切磋的时候，我哪一次赢了你啊？你就不怕自己掉下去，摔死了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拉住我的。对对对，你知道，你什么都知道，全天下就没有你不懂的。师妹，你是不是瞒着师傅出来查案的？凭什么只许你查，不许我查？我是奉旨查案啊！我也是神捕鹰的捕快。
你是要在这里争辩，还是要回去当着师傅的面辩？不让你查案是担心你的安危，送你回去。你少拿我爹爹压我，是你自己答应我的。成亲之后就允许我跟你一同查，怎么？你想言而无信？我，师妹，不闹了，快下来，来回家。连你也觉得我是在胡闹？你明明知道这些年我为了当捕快，我受了多少苦。我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核，本来以为能够大展拳脚去判案去救人，就因为我是个女孩，你们所有人都哄着我不让我去查案，还有人在私底下说我爹是捕王，所以我才当上捕快的。师妹，师兄们不让你查案是担心你涉嫌，至于那些外人的非议，非议我可以不听，但事情我一定要做。如果师兄你也觉得我在胡闹，不带我查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。我要让世人知道，就算是女子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捕快。你一定能成为一名最好的捕快的，这一点我从未怀疑。只是此案太过特殊，叶莎她实在太危险，你也看到了。不是，师妹。好，行，我错了，我带你查，快点来擦一擦。哪个捕快办案的时候流眼泪的？你中计了，你答应我的，一言为定，不许反悔。钟雪曼，你又血泪呢？被人擦拭了。被擦掉了还怎么查啊？作案必有动机，此事定有蹊跷。你信鬼神吗？我爹说过，鬼怪之说自不可信，天下鬼事自在人心。没错，作案必有动机。你知道夜煞的含义是什么吗？民间有传说，人死之后若有仇怨，则魂魄难散，不堕轮回，化身厉鬼流连人间；而仇深似海、怨气冲天之人，化身之鬼则称为夜煞。传闻夜煞所命，杀人于无形。师兄，你断案的能力虽然比我强，但民间的话本可看的没有我多。而且夜煞杀死几位大人之后，并没有拿走钱财，所以不是谋财，而是复仇。我说的对吗？不全是，我认为夜煞目前所做的一切，皆是为了散布谣言。如果只是为了复仇，没必要在这碑相上动手脚。他想让所有人都相信夜煞降临、大齐将覆的谣言，此人所图甚大，恐怕不单单是几条人命这么简单。可他掀起这么大波澜，就不怕所图之事未成，落入法网？夜煞自负聪明，他认为自己算尽了一切，但他却唯独少算了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我。到底是你自负还是夜煞自负啊？放心吧，我定能胜他一筹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天都这么黑了，当然是回家啊。啊，可什么都没查到呢。没查到也要休息，明日我们好一早去鸳鸯楼。去鸳鸯楼干嘛？鸳鸯楼也有案子。当然是给某人买他最喜欢吃的第一笼桃花酥啊。师妹，镊子，接着。
沈大人，你虽有调任在身，但眼下以安危为重，还是比民甚上，暂时不要离开京城。荒唐！若叶煞真要杀老夫，你们又能守我多久啊？1年、10年？难道老夫就一直生活在你们的监护之下吗？那和你们神捕营的囚犯又有何区别？行了，老夫愿为社稷尽瘁此生，明日一早必须离京赴任。沈大人，师傅，沈大人说的没错，把他留在这里确实没有什么用。北冥，师傅，徒儿有一计，能保沈大人无虞。萧北冥一日之间跑了这么多地方，走马观花，能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？虽然陛下把这个案子交给了神捕营，但是咱们暗真营绝不能袖手旁观。这些年，神捕营一直压着咱们暗真营一头。如果再侦破此案，往后咱们暗真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父亲所言甚是，此案干系甚大。若我们能赶在萧北冥之前破获此案，想必陛下不但不会怪罪，反而会嘉奖于我们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只是这个案子已经交给了神捕营去办，那咱们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去查。如何获得线索呢？你为什么要支持沈大人离京？一旦离京，我们就无法保护他了。明天就是第3天，万一出事了，那就麻烦了呀。我当然知道，那你所以你要尽快去找师傅，跟师傅他们一起守在神府，护沈大人的周全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瞒着我？怎么可能？啊，对了，师妹，你身上有银子吗？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没银子。我不是故意不说，是时机未到。我等会儿有重要事情办，办完了回来告诉你，好吧？师弟，方英在东方出事了。师妹，我有要事要办，等会儿回来跟你说啊。哎，不，撤！哎，银子！别动！我一定会还的，我拿神捕营的名义做担保。你放了我吧！啊！哟，救星来了！师兄，你快救救我！诸葛想要砍我的手。说说吧，又唱哪出啊？你的好师弟跟我赌钱输了500两，现在又说没钱给我。按照赌方的规矩，要剁他5根手指头来还赌债。剁手啊！师兄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在给我下套。让你别动。500两，把神捕营的地全卖了都还不上吧？5根手指换500两，你不冤枉，剁吧。萧北冥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说是神捕营的副手座，你要是见死不救，他饶不了你。这是什么话呀？是你自己犯蠢，中了人家的圈套，你叔叔怎么也怪不到我头上吧？再说了，那可是500两，剁你5根手指，你不冤枉。我要是诸葛公子，我剁你10根。哎呦，萧师弟呀，这可是咱们从辽啊，你可救救方师弟吧！啊，师兄，哎，这小王八蛋仗着自己叔叔是方府首座，平日里没少给我们找麻烦。他手没了，以后就不能当捕快了。我们哥几个查起案子也少了个掣肘的，岂不美哉？小明明，你不是人！把他嘴堵上，赶紧剁！别！我怎么就放你家？懦夫！诸葛公子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大发慈悲，想借我的手铲除异己，我偏不胜他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是他欠了你的债，你要剁他的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了，你我都别装了。你知道我抓他是为了引你出来。既然是冲我来的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咱们今儿一次性说清楚了，以后别打我师兄弟的主意了。只要你肯配合，一言为定。坐。哎，
以后再敢踏进赌坊一步，我打折你的腿。知道了，师兄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送回去。是。你呀。好了，现在就剩我们2个了，赌一局。赌什么？很简单，比大小。若是你输了，就把叶山案所有的线索都给我。这么直接？对付你这种人，用阴谋诡计太没劲了，还是直截了当点好。但若你输了呢？这些够不够？你觉得呢？些许彩头罢了。我既敢邀你入我的赌局，我也敢接你的赌注，就怕你输不起。你我相识这么多年，你何时见我输过？那你的赌注是什么？你知道，没几日我便要大婚了。若你输了，我要你在我大婚之日，给我和师妹牵马。行啊。老师妹，你输了。快开呀！开呀！好了，找个僻静的地方，把你知道的线索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。诸葛孔岳，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一直赢不了我吗？因为你太心急了。还是这么难？这是什么手法？他什么打碎了？照回件事，你这是作弊！没谈规矩，何谈作弊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愿赌服输。赢你太轻松了。这样吧，今日我心情好，送你一条线索，童叟无欺。什么？沈大人明日要离京，多谢诸葛公子。大婚那日记得早些来喂马，我那匹马蠢得很，马失前蹄是常有的事。有，都有，来，一个个来，哎，小心，小心。谢谢公子，谢谢来，好人呐，都有，给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大爷。这般得意吗？师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所有人都在沈府看着，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生怕出了乱子。你怎么敢跑到这里来胡闹？师妹，你别急，不是我要来的，是他非拉着我来的。啊！诸葛孔雀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明明知道沈捕营现在有要事，你拉着我师兄来这种地方玩乐，就算你们暗针营不顾及大局，思想龌龊，想要使点手段，麻烦你也分一下时候，动动脑子。你信不信我替你爹来教训你啊？就是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非要拉着我来赌钱。夫
公子说的对呀，非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好，本公子不跟你们浪费口舌，告辞。你给我师妹等着你！别气，下回我见了他，我替你骂他个狗血淋头，如何？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走错路了，不行。萧北明，你应该清楚，离京路上是叶煞对沈大人动手的最佳时机。单凭一个神不赢，恐怕没有完胜的吧？这本身就是一场赌局，但赌注是沈大人的命，也可能是你和你师傅的命。不，是叶煞的。萧北明，不会有人能一直赢下去。如果这次你输了，那就是万劫不复。那就拭目以待，看看会不会比赢你要轻松一些。再会啊！从小到大，这诸葛孔雀嘴里就没有一句讨喜的话。好了，不说他了。师妹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你不是找我借钱吗？诸葛公子已经慷慨解囊了。他有这么好心？随礼钱不少呢。对了，你先回沈府，我还有事情要办。可是，放心，一招金蝉脱壳啊！咱们该跟哪一辆啊？跟那辆。跟那辆？为什么？那辆车上的随从是钟雪曼班，萧伟明绝对不会让钟雪曼孤身涉险，他一定就在那辆马车里。戒备！帮我拿下。打扰，这位兄台，我想问一下，前面发生什么事了呀？嗨，你不知道啊，前面那条街，钱大善人在办寿宴，但凡去府上说上几句吉祥话，就能讨着红封的。我不跟你说了啊，去晚了可就没了。哎呀，真是热闹啊！腿脚麻利点。李龙，去安贞营叫些人手。怎么了，公子？刚才人多并不寻常，叶煞很有可能已经识破了4辆马车的伪装。若是要动手，出城就是最好的时机。咱们为什么要帮沈不隐啊？我们是在帮我们自己。萧北明想要金蝉脱壳，咱们就给他来个黄雀在后。公子高明。
师兄，前面马上就要出城了，小心点，出城后才是最危险的。好。沈大人，沈大人，沈大人，沈大人！沈大人，怎么回事？看来有人趁人流混乱之际，从窗外射入钢针，刺入沈大人的死穴，瞬间致死，悄无声息。这夜煞是个暗器高手。萧北明，这次你赌输了。我可不是一般的新娘子。我今天给你挑的这个马夫也不一般。周凤云，你平日里穿的花枝招展也就算了，怎么今天还穿红色？本公子爱穿什么就穿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诸葛马夫，今天本姑娘大婚，说句吉祥话来听听。夜煞还没有抓到，你们别得意得太早。双喜临门，夜煞你赶上了。国王千金大婚，且我等做证婚人。周兄，苗某，荣幸之极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三位大人能来，那是给我宗某的面子，天大的面子。传闻钟兄爱女如命，今日嫁女，不知钟兄是否有点不舍呀？谁说不是呢？小女啊，自有顽劣，如今有人娶她，也算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了。可是钟兄啊。你在这定风阁嫁女，这阵仗未免有些太大了些吧？外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神捕营有什么要紧的行动呢。你如此谋划，岂不是将在场的所有人置于险境之中吗？这万一出了事，你将如何收场？只要计划得当，徒儿有信心能够保证在场所有宾客的安全。方副座，这位是羽林郎统领霍宗耀霍将军，多谢将军今日前来鼎力相助。见过霍将军。钟兄，你我不必客气，事关重大，说说你的计划。这北冥啊，是我的儿徒，不是赘婿，不能在府上办宴，自然得找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了。啊，有理有理。是。好，来了。好，来，三位请。好好好，好，大哥请。先得请。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天地，二拜高堂。那雪曼呢？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？婚姻之于女子何其重要！这些年，
他为你付出了多少情谊，盼望这一天又盼了多久？难道你想让他在这一天还担心自己夫君的安危吗？你们刚说的我都听到了，我赞同师兄的计划。师妹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爹爹，这确实是我期盼了很久的婚礼。可在此之前，女儿首先是个捕快，身为捕快就不能任由凶手逍遥法外，不能任由无辜者枉死。我与师兄受朝廷俸禄，受百姓供养，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不能却步，何况只是一场婚礼。而且，若是能借此婚礼成功缉拿叶煞，便是我与师兄给自己最好的新婚贺礼。爹，师兄他从来都没有输过，我比任何人都相信他。明天一定不会有事儿。得出刀光剑影。此番与叶煞交手，万一我有个闪失，有你陪在他身边，为师也就放心了。师父，您这话的意思？北冥，这不是师命，是师父作为一个父亲对你的请求，也是为师最大的私心了。师兄，你在为爹爹担忧吗？你放心吧，爹是捕王，从未失手，抓到叶煞手到擒来。师妹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我跟师父办案多年，无论对手多凶残，局势多凶险，师父都是淡定从容。可我从未见过昨日他那般神色。什么神色？师父他像是在交代后事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给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嫁妆。爹将家里所有的田地铺子的地契，全存在了钱庄，以此搬制为信物，可去取出。爹这辈子没攒下多少家产，可是全凑出来也可以让你衣食无忧了。爹，听我说，你知道吗？女孩子家有了钱，才会有底气。来，让爹再抱抱。看你嫁人，爹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了。将来去了九泉之下见了你娘，也算是有个交代了。他昨日将这扳指交予我，说是我的嫁妆，但更像是托付。听闻来这定风阁，必游风波湖啊！这风波湖的美景，可真是金钟一绝。哎呀，梅兄所言极是啊！此事啊，我早已经安排妥当了。一会儿咱们就登船啊！湖光春色，美酒佳肴，岂不美哉呀？钟兄啊，先别着急，咱们先赏赏这院中的美景，然后啊，咱们再品上一杯香茶，如何？就听苗兄的。好。师兄，我陪你一起去，帮爹爹缉拿叶煞。对不起，师妹，我答应了师父，不能让你受伤。
不要强行用内力充血，会受伤的。等我回来。各位大人啊，赶紧登船吧。好，请。请。好。诸位稍等。哟，新郎官来了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陪您和各位叔伯一同登船游湖啊。你应该在房间里陪着雪曼。就是雪曼让我来的，她见几位叔伯兴致不减，让我不要丢了礼数。你看，有我陪着各位叔伯，怎么会丢掉礼数呢？再说了，这大喜之日，各位叔伯都不会怪罪的，对吧？赶紧回去吧。爹，我……北明，听话，回去。哎呀，仲兄啊，既然新郎官有这份心意，新娘子也不介意，不如让她跟我们一起游湖，不会耽搁太久。我等啊，以沾沾新郎官的喜气。对，新郎官屡破奇案，我对这些案情啊，早就开始好奇了。今天正好当面讨教一番。不错，有幸跟新郎官当面讨教，哎，不枉来此参加喜宴一场啊。庶子无知，何来讨教呢？再说了，今日大喜之日，哪能让那个新娘独守空房呢？北明，回去。钟兄，如此固执，这船上不会另有隐情吧？钟兄，有话便讲，不必弯弯绕绕的。钟兄啊，莫不是心怀鬼胎吧？各位叔伯说笑了，我父亲爱女心切，不愿让雪曼独守婚房，承蒙各位叔伯抬举，晚辈恭敬不如从命。师傅，你就让我跟各位叔伯登船游湖吧。既然各位叔伯那么看得起，行吧，那就一同登船吧。谢师傅。哎呀，贤侄啊，就问你屡破奇案呐，没想到一表人才啊！你一定要多敬我几杯酒啊！当然。今天可是要一醉方休。行。怀疑我们是夜煞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？看来我们想走还走不成了。申不赢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拘禁朝廷命官！此事我一定会禀报陛下。钟云赤，你就等着被治罪吧！哼！诸位大人稍安勿躁，若未得陛下首肯，我申不赢怎敢如此安排？什么？此事是受陛下之命？三位大人不必如此惊慌，只要三位大人能够很好的配合我们审问调查，查出夜煞真凶，解我大齐之忧，抓住凶手夜煞，事后钟某人定会上门谢罪。请。按照卷宗所说，你们就是用马车之计，就把夜煞的罪名安在了我们三人身上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没错。梅大人，可有什么疑问？疑问不敢有，但是论到嫌疑，
肯定不止我们3个人。要是知晓沈大人去向之人便是夜煞嫌犯，那么在此船上有嫌疑的，还有制定此计划的钟捕王和萧神捕啊。若我和我师父有嫌疑，何必去破那3起案件，又何必大费周章的去引夜煞现身呢？贼喊捉贼，那不是最常见的把戏吗？就像背上流血泪和3位大人的真正死因，只要知道其中办法，任谁都能做得到。说的没错，殷二爷江湖上面的渊源颇深，知道了一些杀人的手段和奇巧之物。但是2位好像也是知道了之后才开始破案的，谁能说得清楚是殷二爷知道的早，还是你们知道的早？是啊，这苗天官知道3位大人的生活行踪和生活习惯，你们神捕营想要查这些东西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？有意思。还有沈大人被刺一案，我们是提前知道沈大人在哪辆马车之上。你们师徒俩自然也知，而且沈大人是在马车内被暗器所伤，夜煞并未露面。据我所知，钟捕王的暗器功夫也不差嘛。案卷上面讲，囚犯是死在马车之上的，可当时在马车上面，只有你萧神捕1人，没有旁人作证，谁能够证明当时的死囚是死于窗外的暗器打杀，还是死于他身旁之人之手？在座的各位虽然都有嫌疑，但夜煞只有1人。苗某虽不善破案追凶之事，但对夜煞的身份却有一些自己的推断。今日之所见，更是验证了苗某心中的推测。苗大人，你是知道谁是夜煞了吗？苗天官，你想说什么？钟云赤，你还要伪装到何时？苗大人，休得妄言。钟捕王办案向来讲究法理法度，绝不做逾矩之事，朝廷官员人人皆知。今日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引我等上船，更是布下伏兵，设下生死之局。这是钟捕王一向遵循的破案之法吗？这分明是灭口。先将我等杀死，再将夜煞之罪名随意安在船内任意之人的身上，其余之人可以说成与夜煞搏斗时不幸丧命，从而顺利脱身。萧神捕，为何你师父执意不让你上船？因为你根本就不在他计划之内。我说的对吗？钟捕王，钟云赤，还是应该叫你夜煞。休要胡言！我师父请诸位大人上船，只为查验夜煞真身，从未想过要栽赃陷害，更不会加害于人。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。苗大人，不要把事情搞到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。既已上船，便没有回头路。什么故事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哼，钟捕王，这个故事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可案发这么久，想必萧神捕根本不知道你其实本就知晓夜煞二字的真正含义。你不告诉他，难道是担心你当年做的事情被他知道？夜煞，还不认罪？还想让我继续说下去？